Hello， 我是雷蒙。今天这支影片来和你分享，为什么大部分人谈的第二大脑是个陷阱，以及许多的笔记方法没有办法帮助到你。为什么传统用的资料夹跟标签管理的方式，反而浪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所以今天我会跟你分享我教学 Notion 这3年来的观察以及个人实践的核心精华。因为我看过太多人误解了第二大脑，用着传统的内容管理跟笔记方法，却无法有效成长，甚至只是把 Notion 当做一套笔记工具，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它的真正实力。所以今天这支影片的最后，我会跟你分享一套我自创的派知识管理，帮助你不再只是当一个忙碌的图书馆员，收藏别人的资料，却忘了自己的行动。而且弄懂这一套，你几乎能够弄懂所有 Notion 系统里面的核心底层逻辑。那今天不讲太多形而上的概念，让我们直接进实际案例吧。Go！ 好，这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整个地图。那我现在快速导览一下。一开始我跟你分享现代人的一些困扰，以及我们现在做零散内容管理分收藏的一些大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内容？我们有一套新的机制。那理解到机制的时候你其实就会理解，为什么第二大脑我说是一个很多人误解的陷阱？接着我们怎么破解这个误解的第二大脑？我们需要用一套派的 Notion 系统的最小单元。然后这套方式我也会免费的提供给你，有一套模板跟一套系统。如果你完成了解了这个派系统之后，其实你可以发展延伸出各种你想要的个人化的 Notion 系统。好，我们先直接来看现代人最大的内容困扰是什么？就是我们内容收藏过多嘛，然后资料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所以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在找资料。简单来说我们传统是怎么做的？我们是用笔记嘛，所以也没有办法关键字搜寻你也没有办法有资料夹，翻的时候根本就无从翻起。所以我们经过了数位时代，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变成像这样子，把每一个档案变成数位档案，可能是 Word， 可能是 Google Doc，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笔记软体，然后呢，透过一些资料夹的方式再把东西放进去。然后你会发现呢，当你资料越多的时候，因为你东西都是散状的，所以你如果要找的话，你也无从找起，你要一直翻各种资料夹一直进去嘛。甚至如果有一个档案它属于2个资料夹呢，就是你有一个笔记，然后这个笔记关于你的健康又关于你的学习，但难道它要复制2份放在2个不同的资料夹吗？所以这会造成我们档案一多的时候资料夹就很混乱，然后标签就很杂乱，然后会开成我们一堆分页，所以我们很难维护跟事后的去做搜寻。很多人在使用 Notion 的时候也就是带进了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内容管理的机制，所以你看到它长这样子，对吧？所以它会分成一个有一些小标题，然后把页面当做资料夹在使用，它就这样子做分类。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绝对是一个 Notion 的最大错误使用方式。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使用 Notion 的时候你很容易因为你过去的错误习惯，所以让你的 Notion 的内容管理也是长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很常见你看我们自己的同学们，他在开营的时候会写一个我之前是怎么样使用 Notion 的，也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式，用一个页面当做资料夹本身，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页面。所以不觉得当内容一多的时候就跟以前在做资料夹或是放你的 Google Drive 也是一样，一天上班时间工作时间，你可能1个2个小时，你在不断的翻资料夹，你东西会找不到，老板跟你讲资料放在哪里，你自己也花很多时间在找不到。或者到进阶一点，有人就发现Notion 不是有资料库的功能吗？那我就把资料库来当资料夹，然后存放了一堆的页面，就会长这样。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因为它其实本质上还是使用资料夹在管理这些页面嘛。好，那我们不看这些错误了，具体来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我用 Notion 的第一阶段，我们要升级对内容管理的认知，我们要从一个零散的散状管理变成一个网状的结构去管理这些内容。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个简单的系统，就大家最通用的，就是阅读笔记管理。就是我看了很多的书，对吧？然后我对这些书我会写一些笔记，然后甚至呢我可能还要想要记一些作者的资料。那这个资料库是什么意思？就是假设我打开一本书叫《原子习惯》，它是一个页面嘛，你可以讲说它是一个笔记。然后这个笔记呢，它不只是单纯的笔记，它会跟什么？可以跟我的笔记做联动。所以我现在点一下这个笔记，它会告诉我说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写的笔记，然后这是我笔记写的一个样板。所以我可以直接联动，这就是做资料库的关联。甚至很多人都只知道要去做资料库的关联，但是更重要的，你看我现在变一个小魔术，我按显示为页面分区，然后我可以在这个点点点的地方去把它的状态、把它的发布、把它的日期把它抓出来。所以我可以在每一个书籍的页面之中看到跟它相关的笔记，它的目前状态是什么。所以当你就发现说你在找一个档案的时候它会直接告诉你跟这个档案相关的其他档案在哪，可以一键点击前往，甚至还可以知道他们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子。所以这叫做网状结构的内容管理。甚至你可以看，因为我做了一个作者资料库嘛，我可以按一个列表，所以我可以知道说我在每一个作者我花了多少钱。为什么？因为我这3本书你可以看都有什么，都有它的价格，所以我可以直接透过一个
功能叫做汇总的机制，去把我关联的3本书的价钱直接做计算。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Notion 资料库的应用，去做关联的方式，把你相关的内容让它可以连结起来，让你在找单一问题的时候不会忘记了其他内容是什么，甚至可以做不同的检视方式。你可以看这边就是一个笔记资料库的一个检视嘛，那我可以把它变成日历的形态，他就看到说是26、27、28在写这3则笔记，这几则笔记有一些整理中已经有发布，所以我这边想要告诉我自己哪些是整理中的，我快速透过这边的筛选，只要状态是整理中的才显示，所以已发布的就不会显示，我再勾已发布，它这边把已发布的给显示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概念，让你先理解什么叫做资料库的关联。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刚刚那个地图，所以让你的内容层网能够互相彼此关联，快速找到相关的内容以及其状态。我的这件事情叫做网状结构的内容管理。好，接下来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我之前有在 YouTube 上拍一支影片，介绍我们家当时装潢的时候怎么去管理我们家的物件跟家电的一套系统，就这支影片，对吧？然后我现在看这边就有我们家的一些装潢设计的需求的整理啊等等，还有翻屋前的屋况啊，然后往下来看，这边就是资料库。其实你的家电、你的物件算一种内容嘛，对不对？那其实可以放进资料库好好的管理。那我做了什么事情呢？你可以看这边就收藏了很多我的各种家电跟物件。我打开一个页面，你可以想象成打开一个笔记，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这个家电的安装使用说明书，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它的价钱，甚至还可以写它的电压、它的安培跟购买的连结，我们就可以去做到很多不同的检视方式。一个检视方式啊，通常就设定一个需求。你可以看这边这叫什么？这叫用电回路计算。所以我就特别筛选了出什么？筛选出说你安培跟电压不为空白的才会有，因为有些家电它其实没有电嘛。对吧？所以它这边你就留空，那就不需要进来所谓的杂讯跟干扰资料。我只要留那些有写电的，因为我要去算我的客厅有多少回路，然后我的开放式厨房需要多少的电跟安培，对吧？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全物件的地方。好，这个时候呢，就刚刚讲到了关联资料库嘛，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你看这边有飞利浦、LG 跟 Aquara， 就3种不同的厂商，你其实可以用这种标签的属性栏位就好了。那点它，它就是各式各样的标签嘛，对不对？那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LG 啊、Aquara 啊，然后 Panasonic 啊，对，就可以直接让它放进来。那我就可以直接做什么？我可以直接用筛选的方式去筛出我要看的品牌嘛。那你会发现我不是，我把它做成什么？我把它做成一个资料库了，在这个底下往下滑，在这里品牌资料库。那我为什么要把一个标签升级成一个资料库呢？因为我需要有更多的资料去管理它。因为我当时在拍这一系列的智能工作馆的装潢的时候啊，我其实每个品牌都买了好多的产品。那我就想要计算一下，我在不同品牌上我个别花了多少钱，对吧？如果我发现假设我在日立这个品牌，我花了可能40-50万，花超多钱，我买了它超多产品，我是不是可以联络一下厂商？然后跟他讲说，我买了那么多产品，那我们开箱一定会使用嘛，那我们可以拍一个记录，可以有点折扣优惠嘛，对不对？所以就可以打开这个品牌联络的过程，把我在跟他联络的过程放在里面，或者给他的作品集就放在里面。你可以看 Aquara 的里面就有放一些参考的，对吧？就我们装修的计划啊，然后我们买哪些产品啊，我们产品需求的列表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它就变成是让这个标签不要只是原本的，你可以像以前的 Evernote， 它就只是一个你点击之后，它可以去各个不同的资料夹找到有放这个标签的人，它只是一个点击跟一个筛选的作用。在 Notion 的世界里面，你可以把标签变成一整个页面，甚至呢，它可以有更多的子资料可以去做记录，就是它的 metadata。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个页面直接分享成一个网页，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网页分享给没有用 Notion 的人，他一样可以看到，但是他看不到其他的内容，他只会看到你开给他的这个页面里面，当做一个微型网站。还可以去记录我的合作备忘录，还可以做打勾，合作与否，所以我可以加一个检视，就写表格，然后把这个筛选建立起来，按合作与否选已勾选。它就只剩下我有合作的，所以就是准备合作，对吧？然后还可以换一下它的图示，让它更有那个合作的感觉，对吧？这是总表，这是准备合作，所以就会让你在做内容管理的时候不再只是单点的零散放在各式各样的资料夹，使用标签管理，而是让有关联关系的跟其他的东西产生连结，让你可以点一个东西的时候，其他相关的东西可以快速被你找到它的页面、它的内容以及它的状态。所以 Notion 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一个内容管理思维上的升级，就是以前我们是所谓的点状零散的管理，我们要进入到网状结构的内容管理。我想要引用一段爱因斯坦讲的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同一个水平思维来解决问题，对吧？”像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做一个比喻像是生活在2维平面上的蚂蚁，因为它的世界只有长跟宽，它不知道高是什么，所以它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高这个维度。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啊都是使用这种资料夹跟标签的管理，因为我们使用电脑的习惯一直以来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新的工具里面也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做管理，然后造成我们什么？造成资料量越大，越没有办法去找到我们要的资料，也不知道我看了这本书，我做了这个笔记，我做了这个行动，跟我哪些的事情是产生相关的，我就要开一堆的分页，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开会，在烦恼资料不知道在哪，所以你会发现，那 Notion 就是一套网状结构的笔记软体嘛？当然不是，好不好？因为 Notion 能够做到的事情比笔记软体有价值上百倍。概念是什么？就是让没有程式码经验的一般人，像我们这种也不是工程师背景的，就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打造出自己想要的 App 或是任何的系统或是微型网站。所以我之前在我的 YouTube 上有分享一个我自己用 Notion 打造了一套订阅管理的 App， 或者我有一套团队专案管理的工作系统，这个在今天这支影片的后半段派系统的延伸我会跟你介绍到。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懂了，那是不是就要建立一堆的资料库？资料库这么好用，可以做关联嘛？我可以做什么旅行的资料库啊，然后再做投资的资料库啊，再做学习的资料库啊，再做一些兴趣的资料库，里面放我喜欢煮菜啊，我喜欢骑车啊，我想要养成一些瑜伽的习惯的资料库啊，全部都把它放进资料库里面。不好意思，你进入了 Notion 的第二阶段，就是你把所有的内容啊都把它塞进资料库里面，然后认为大家在常讲的第二大脑就是做拼命分类，收藏越多未来就能够用上。可以跟大家讲，这支影片的重头戏从现在才要开始，因为你就要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第二大脑。我有画过一张啊，就是我观察我所有的1万多个同学的 Notion 学习过程，大部分人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退坑。第一个部分啊，就是你会认为 Notion 是一个很漂亮的笔记，因为你在那边做页面排版啊，页面设计啊，然后到第二个功能啊，你就会发现资料库很好用，我全部东西把它放进资料库里面，然后你就会爆炸了。为什么呢？我们直接来看。简单说啊 ，Notion 的学习啊有3大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你会认为 Notion 是一个很漂亮的个人页面编辑跟一个微型网站的发布器，所以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打造一个我自己个人的履历表，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个介绍页面，然后可以分享到给任何人，然后它是在网络上可以即时编辑的，对不对？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呢，你会发现 Notion 的资料库真的很好用，因为它可以做网状结构的内容管理嘛，你就会把各式各样的内容呢都塞进 Notion 里面，然后做成很多的资料库，每个不同主题的，有旅行的啊、景点的啊、兴趣的啊、投资的啊、习惯的啊等等的。然后到第3阶段呢，你才是真正的活用的 Notion， 因为你会发现 Notion 其实在管理你的专案跟你的行动目标的。怎么说？好，那我们就先来破解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误会了所谓的第二大脑。第二大脑这个概念啊，被许多人讨论啊，通常是因为有一本书叫 Building a Second Brain， 然后在2020年出版，台湾有出一本繁体中文的版本，然后大部分人啊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个笔记的方法嘛，他把笔记分类成 PARA 4大类：专案、领域、资源跟封存，所以很多笔记软体啊就开始套用这个方法，让你知道说你一个笔记进来的过程啊，你要去分类到哪里。然后呢，前阵子我看到一支影片，讲得非常非常好，跟我的想法基本上非常有共鸣。它叫 Money SY Lee， 他讲到很多在讲第二大脑的影片标题啊，都会写我是如何记住所有事情的储存系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第二大脑是一个帮你储存的东西，是让你更好的去做管理你的输入，来决定你的个人的成长，也就是所谓的输出。但这件事情啊是一个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作者有讲到的一个概念，叫做 actionability。对，它其实在讲的是你的行动性，就是你收藏这些笔记啊，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你行动，但是人很难摆脱这个惯性。我都把东西很好的内容看到收藏了，我一天就24小时，我的精力就像一瓶水里面一样，我把我的大部分的时间跟我的精力拿去做收藏的动作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做行动了。所以这件事情要怎么破解呢？和你分享我的个人的真实应用案例。我大概是在2021年的6月啊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台湾没有放中文版，我是看英文版来实践到方法。我大概实践了3个月之后，到2021年的9月开了第一届的 Notion 线上训练营的时候，我又提出了一套这样的方法，叫 Pi， 就是我把 PARA 系统给简化了。简化成什么样子，我等一下后面跟你分享。先跟你讲我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你不是图书馆员，你的职责啊是让自己的专业跟经验可被再利用，而不是为了让这些分类好看被人家好读好整理，所以我建了超多的资料库，然后去存放我不同类型的内容。然后这个概念呢，在我前阵子收到电脑玩物站长伊舍在9月6号的电子报里面也写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概念，我好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传统我们对笔记的想象啊，很容易自己陷入了为资料而整理的迷思，然后我们要变成一个图书馆，
就把我们的笔记系统变成一个图书馆。那可是图书馆是要让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找资料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的第二大脑其实只是让你自己想要找资料跟使用资料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花太多的时间去做在所谓的分类管理。因为 Para 的使用过程中，我要把收藏的内容去分类整理到不同的位置。虽然分类整理的时候看起来很壮观，但每一次光是要想我要放在哪里，就是一种大消耗。应该是要干嘛？根据自己的任务执行逻辑来整理即可，对吧？所以站长在2024年的时候也呼应了我当时在2021年写的文章所发现的事情。当时有写篇文章叫做我把 Para 给淘汰了，重新打造个人的知识系统，但这个文章有点长，我今天用这支影片快速的和你分享。我透过3个月的实践之后，加上这3年的不断的优化迭代，找到了这一套系统是最适合所有人都可以行动，也其实最适合 Notion 做系统的最小单元，叫做派。它分别叫做 Project、Action 跟 Inbox。什么意思呢？就是 Project 就是放你的什么？放你的大目标的，是你一段时间你透过管理需求而去看它的东西。所以你看像什么？像我的2025年的 Notion 训练营筹备，或是我2024的 YouTube 频道经营，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 Project， 对吧？它有一定的时间，它里面有很多的任务，所以我会有个任务完成度，对吧？因为它可能有100则的 task， 100个任务卡片，然后现在完成了42.9个。然后为什么要做？它的优先级以及它的工作时数是多少？因为我想知道我在每一个专案里面花了多少的工作时数，对吧？然后重点是什么？就每个专案它就是一个你个人的一个作品，对吧？你个人的一个作品。然后第二个 action 叫什么？叫做执行的记录，抓状态。所以呢，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一张卡片，一个 task， 一个任务，一个行动，对吧？所以呢，你可以看这个就是我的 task 资料库，里面上面是什么？这个叫什么？专案。这边看了这个简式叫专案别嘛，所以这个专案叫做现代人的数字生活图鉴。第二个专案呢是我的 WordPress 官网经营，然后再来是我的 Notion 的训练营的报名，然后里面就有相对应的任务，对吧？然后每个任务呢就有它的状态、它的执行者、它的 deadline、它的工作时间跟它的一句话任务摘要。然后打开这个页面，就刚刚我前面看的那个笔记是一样，里面就会写我这个专案里面的详细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层级的资料库呢叫做 Action 资料库，它是用来执行记录跟抓状态的。那第3个资料库呢是辅助型的资料库，它是用来储存知识的。当你在执行你的任务、执行你的行动的时候你会推进你的目标嘛，对不对？然后你推进你的目标的时候一定会有些经验跟知识给累积下来。那这个经验跟知识可能会帮助你明年的目标变得更好。举例来说，像我们同学训练营，我们从2022年一直办到现在2024、2025年了，一定有一些可以长期跨时间、跨专案的知识所累积。所以这个 Inbox 干嘛？就是把你的过往的执行任务的经验把它累积下来，变成一个可持续使用的长期知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 Wiki 的专案知识库，对吧？它里面就会放我们在会员订阅上的一些知识 SOP， 我们在数位内容工作里面的一些 SOP， 然后往下来看，还会有我们在做 Notion 教学上的怎么样理解教学计划，怎么样去引导同学，怎么样去做一堂直播课，怎么样去升级学员的学习体验，全部都是我们过往的经验把它累积在里面。这一套派系统你可以想象成一句话，叫做每张卡片是你的行动记录，每个专案是你的知识库，是帮助你从输出去决定了你的输入的一套可执行、可持续运用的系统。理解这套系统的大方向之后呢，我们现在实际来看看这个系统在真实的页面里面长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的派个人管理知识系统。然后往下来看的时候呢，我这边都没有做各式各样的美化，因为我就想要把它放最简单的元件给你，才不会扰乱大家。然后大家拿这个模板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快速使用，然后再把它变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 Notion 的好处就是可以制定化、个人化跟客制化成你要的设计呈现，对吧？好，所以打开这个 Notion 的训练营筹备嘛，你看里面就是有专案的一些属性资料。所以我会看到它的状态，它的任务完成度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边的7个任务。所以我看，我假设我把这个尚未完成的这个任务我把它改成任务完成，往回头看，你看它就变成 57.1， 对吧？因为它是做什么呢？因为它是抓我的行动任务的状态的100%完成度。所以这就是我们有一个 P 的资料库，做什么事情呢？来决定跟制定我们的目标跟大计划，然后来管理什么？管理我们底下小的这种每一个的行动任务，对吧？所以看这个是第9届报名页面上线，里面就有几家的小子任务第9届的销售页面优化跟更新我的短连结。所以打开这个任务，就所谓的一个行动一个卡片，里面就可以写我这个执行任务过程的记录，对吧？然后还可以写它的截止日是什么，谁负责的，它的问题跟它的学习点，对吧？然后甚至我们一样可以用日历的检视来看，就是我这个月的
我的任务的安排是安排在哪一天要去做执行，以及我可以写一个卡片填写。为什么？因为我会希望我每张卡片都是一个任务嘛。那每个任务呢，通常就会有什么？通常就会有这个问题点跟一个学习点，像这个就有问题点跟一个学习点。好，假设这样我已经写完了，对不对？我就可以打勾，它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我这边的筛选去选择说它的复盘提炼完成是未勾选。那它并不是删除这个页面哦，而是它一样是留在我这个所有任务的资料库里面，只是它有不同的检视方式，不同的筛选。所以刚刚那个卡片啊，并不是消失不见，它只是不符合这边的筛选，所以把它隐藏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永远都可以透过我想要的检视方式呈现我想看到的，才不会像我打开一个可能 Windows 或是 Mac 的一个资料夹，里面就有几百个文件给我看。但是其实我每次打开这资料夹，我都有特定的目的，我只想要看到那些特定的内容啊，对吧？所以这样的方式就是我东西不会删掉，但是我只会看到我想要看的东西。好，所以那些复盘提炼完成到哪里了？就到这个阶段叫复盘卡片。那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检视方式，每个东西啊就像是 flash card， 像闪卡一样，我就有一个翻开答案跟盖住答案。我只要翻开答案，我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这个答案翻出来，来增强我的记忆。透过每次的这样翻开跟盖住答案，然后让我知道我在每一个任务上我学到了什么东西，我又进步了什么。那我要进一步的把这些长期知识累积起来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打开我的专库嘛。刚刚讲到一个专案就是你的作品集，所以这底下就有经验沉淀的未来所用。对，所以我就可以把我在做这个专案我所学到的解决的困难，然后或是我如果再做一次我会怎么做的一些想法、一些方法论记录在这个区块。然后未来我只要再开，假设是一样是办一些线上的活动，或是办一些类似的活动，我就可以拿过来看这个地方，让这些知识可被利用，对吧？最底下其实就是所谓的辅助系统，叫收集箱。那我可能就会收藏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很棒的文章，因为我还是要向外学习嘛。但是你会发现我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来自于我所谓我自己做好的 P 跟我自己做好的 A action， 这样的东西才是推动的我前进的。我以输出来决定我的输入是什么，因为我输入进来的时候，我会跟我的专案项目做关联。所以我现在看到了一个网页，很棒，这个网站叫 Super， 它可以去做把 Notion 的页面发布成一个网站，也更好的管理。那跟我的什么专案相关？跟我的 Notion 的训练营专案相关，对吧？所以就可以点一下，我就可以回到这个 Notion 训练营的专案。你每一个收藏进来的内容啊，是有目的性的，它的标签来自于什么？虽然我这边还是有放标签，现在只有放标签，对不对？但是我会尽可能让我的这个内容的标签来自于我正在做的专案，这个才是第一优先级的标签，这是第二优先级做分类的，对吧？所以我要让我的所有的收藏进来的内容啊，都是跟我现在我今年度最重要的目标跟我最重要的事情跟任务相关的事情，我才收藏进来。那当然有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文章，但是跟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无相关，那我就多一个 no project， 就是跟我现在无相关的内容，我一样觉得很棒，我把它收藏进来，就我觉得我可能未来会用到。那它就是一个辅助系统嘛，我调整了我的水杯跟我倒水的顺序，我觉得我这个倒水的顺序，我会先回到我的专案跟我的任务执行上，然后等到我行有余力的时候，我再向外学习去收集一些我觉得很棒的内容，然后我会想办法让这些 no project 跟我现在所执行的 project 是有相关的。那这边有一个知识花园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我这边有写说明，那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因为这个模板拿给你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上面写的各式各样的使用说明。好，那我们拉回来这个地图啊，再重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讲说派系统其实是 Notion 系统的最小单元？因为我现在到各个企业去帮忙客企业做工作系统的建制，或是我帮很多同学在看他们自己在 Notion 系统上的建制跟优化，我发现所有能够可持续经营、持续执行的 Notion 系统，都完全离不开这样子的一个配置，就是有一个 P 是 Project， 是管理人员看，跟我去控制目标方向，然后我去拆分多个小任务的 action， 所以我每个执行 action 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是哪一个 project 下的。然后呢，我会有一个或多个资料库是用来储存长期知识，让我可以快速去看、重复参考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看真实的使用案例吧。我们现在看一个室内设计跟工程管理系统的真实应用案例。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上一支影片好像1-2年前拍说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工程管理怎么做的嘛。那现在就是来还当时许下这个愿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整个系统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呢？给大家看这个真实的使用页面，就长这样。这边就是你的设计专案嘛，这是 P Project 资料库，对吧？然后底下的这叫整体工作排程，有一个时间轴，就是甘特图的方式，这是什么 ？Action 资料库，对吧？它要干嘛？它要来抓每个任务的进度，每个任务的细节记录。所以我打开刚刚那个水电厨具管理，就会看到里面的详细细项是什么。
然后当我发现它是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不用在这个大量的这个内容里面去绕海捞针，因为我可能每个案场或者我自己当时桃园智能工作宅就有超多的任务，我只想要快速去抓那些有问题的，让我可以持续的跟厂商跟我持续的合作伙伴进行沟通。怎么做？我建立一个检视方式在这边，叫做工程任务状况回报，对吧？所以他干嘛？他只要筛选出所有有问题的工程任务。那假设我现在这边底下，你看我把这个施工中的这个任务啊，我把它改成有问题，你可以看上面就多了一个它中岛升降桌，对吧？好，这边就是 Action 资料库嘛，对不对？它的检视方式的调整，然后这边还有日历检视，还有依照施工跟完工日期的检视。那底下来看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Inbox， 就是我们用来长期参考的。有什么？有所谓的工作日志嘛，我点进来看，就是刚刚讲的。那或者是有什么？有我的工程手册嘛。所以我这边还有所谓的公司的一些资讯，甚至有一些特殊工法的记录，或者是我的一些重复每个专案跟每个任务都会使用到的一些 SOP， 我都可以记录在这边。回到我们这个地图，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派系统的变形跟延伸，它的本质啊还是所谓的 PAI。你可以看工程管理里面啊，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一个大的专案嘛，就是你家就是一个大的专案，桃园智能工作宅，对吧？然后它会有哪些的东西是你想要去看的呢？我们现在回到假设我是一个设计的室内设计公司，我是一个工程单位，那我想要看什么？我想要看到它是哪个地区的嘛，它是什么类别嘛，然后它的公安状态嘛，甚至呢，它可以看嘛，看到它的负责人，看到它的开工日，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合作单位是什么，对不对？还看到它里面有哪些的工程任务正在执行，然后所有工程任务的状态是什么？有些在执行中，有些是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我们总共的合约上多少钱，然后实际上收款了多少钱，这是我的 project， 对不对？那这个 project 里面呢，它切分成的 action 是什么？就是我的工程任务库嘛，对不对？所以里面的工程任务库的一张卡片就是一个任务啊，刚刚讲了，就假设是这个叫厨房水电配置图，它现在状况是什么？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就是水电配置图需要重新确认，对吧？所以里面呢就会放一个我目前的水电配置图的确认图，然后告诉你在哪边有问题，要后续怎么做。然后它的 inbox 是什么呢？它的 inbox 就可以很多个了，就会看各个公司跟各个使用者的需求不同，然后你可以做增减嘛，对不对？工作日志它就是一个 inbox 嘛，就是我每天我想要记录我每一天做完的这些工程日志里面，我想要把我现场施工的图都拍照。所以像我们当时桃园智能工作宅的时候，都是我跟我老婆柚子，然后到现场拍照，然后我们就会拍照的时候把这个每一天的变化，就这边是 before after 把它呈现出来。或者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工程的 wiki 手册啊，对吧？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有些东西是会长期使用的，尤其像这种木工、拆除、水电，它都有长期的 SOP 嘛，每个公司自己的 SOP 跟标准跟品牌要求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写下来存放长期的 wiki， 甚至我还可以做一个我的合作伙伴库，它其实是什么？它也是一种 inbox， 因为它是放长期知识嘛，它叫什么 CRM， 叫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就是我去做我长期的客户关系管理。那这个 inbox 是作为什么的？作为我做专案进行的参考，跟我要去联系的资料，就会放在这边嘛。所以我在执行这个专案的时候啊，我去跟这些合作伙伴去了解他的电话、他的负责人跟他们的联系状况是怎么样，对吧？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室内设计跟工程管理的一个应用延伸展示。那我再跟你分享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我自己有分享的一个团队管理系统的模板，那它其实是这样子嘛，就是刚刚有 project 资料库，对吧？有 action 资料库，我称为 task， 也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你看这个双周任务进度跟团队知识库跟会议记录，其实就是什么？就是 inbox， 对吧？因为我们储存了我们每周要开会的资料，跟我们长期会使用的团队知识库的 wiki， 也是这样的结构去做配置的。再跟大家分享最后两个模板，这两个模板也是我提供在我自己网站上，你有需要你也可以去下载看看。一个是我们的人生管理系统的 LifeOS， 它在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专案、任务跟日记。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系统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地方就是 P 嘛，就是专案，你看它就有训练营的筹备跟我的 YouTube 经营，它就是大方向、大计划来控所谓的状态的，对吧？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叫做生产力日记区。那我自己额外拍一支影片是讲我怎么样用 AI 来帮我写日记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 AI 写日记啊，应该是怎么样用 AI 来帮我整理我日常的笔记变成我的日记的。对，那这个生产力日记呢，它其实是什么？它是 Inbox 的一种嘛，对不对？它是用来记录什么？我定期的任务的执行状态，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所以呢，你可以看它关联到什么？关联到我的任务。我在每次写日记的时候啊，我可以知道我今天做了哪些事情，帮助我日记可以更好写。而且我不会在写日记的时候，我还要开很多的分页，开很多不同的 app 去来帮助我回想我今天做了什么。因为我的任务执行、我的专案管理跟我写日记都是放在 Notion 上面，对吧？
好，所以来看底下的，所以这边呢就是一样的嘛，就是一样的 action 嘛，它就干嘛？它是把我的不同的专案的底下的行动，把它拆分出来，让我可以快速的去做管理，对吧？那第二个系统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年度目标跟复盘系统。那简单来说啊，也是从我们的派系统组合而来的。它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它的 inbox， 就是原本是有写日记的，那这个复盘系统不写日记了，它做什么？它去做每一周跟每月的定期盘点。所以你可以看2月这边有一个2月的复盘的文档，我打开来。它可以是什么？它可以看到我每一周的复盘文档去做关联，然后可以写下我的问题跟我学到了什么。那往下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做一系列的问题分析，跟我的自己的成长的记录。它有一套我自己提供的框架。然后再来呢，你可以看一下你每一周的小复盘。那点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每一周完成的任务有哪些，然后去写下我这一周我学到了什么，跟我的问题分析，对吧？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地图，就能更快速的直观的了解。在 LifeOS 里面呢，一样是派系统，对吧？只是它的 PAI 所定义的资料库的主体跟形式不太一样，对吧？所以它的 inbox 是来自于它的生产力日记。那有些人不喜欢写日记，他觉得每天写太累太频繁了，所以他可能就会更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复盘系统。它一样是 project， 然后甚至把 project 可以往上拉一层级到他的年度目标，就他想要去规划他5年的可能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好好生活啊，身体健康啊。所以我在符合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啊，去制定我的个人的年度计划跟专案和目标，对吧？然后 action 资料库是差不多都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 inbox 的不同了。原本是什么？原本是日记，对吧？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你的复盘资料库，定期每周、定期每月去回顾你做的任务是哪些。甚至呢，你可以把你的 project 每一个专案是你的作品集嘛，去把你的 action 去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 wiki 知识库，让你可以收整你的长期的知识内容。对。讲到这边呢，额外给你补充一个，在 Notion 世界的杀手锏是什么？就 Notion 里面有内建所谓的 AI， 但这个 AI 跟很多的 ChatGPT、Gemini 跟 Claude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所学习的资料就来自于你平常工作跟你生活的累积的所有文档，就是它学习的资料。我们完全不用再额外的花心力去写 prompt 去训练我们的 AI 了，因为我们平常在上面记录的就是我们 AI 最好的学习来源，所以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你看，像我问一个问题，叫做在我们剪辑字幕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跟字体规范？这种问题，如果你拿去问 GPT 的话 ，GPT 给你是超级通用的解法，根本就不是你们品牌，根本不是你们的特色，对吧？所以你看他回答是什么？他回答的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幼稚夫妻联盟30品牌的字幕规范。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写一个叫幼稚夫妻影片剪辑要点外包伙伴用，所以他会来这个文档里面去拿资料。所以你看，我滑鼠移到这个2，他还告诉我是来自于哪个文档，是来自于哪个文档。对吧？所以我点进这个2的时候呢，我还可以前往这个文档的这个地方。他说：“我们的字幕是使用这个阿里巴巴的黑体，然后需要压字幕吗？还是 SART 全部都放在这边，对吧？然后往上看都是有剪辑要点，然后里面的问题都放在这边。所以我变成是以前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找我的知识，现在完全不用了，因为你所有的记录、你的 project、你的 action、你的 inbox 都是跟你的工作、跟你的行动相关的，全部放在 Notion 里面了。所以你现在 Notion AI， 你只要问他问题，他会根据你过往的所有累积的经验，跟你个人化的知识，直接把知识丢给你，而且这些知识都是你个人所累积下来的，才是最符合你的。所以你不用再使用 ChatGPT 跟其他的 AI 去获得一些通用性的解，在这边是获得到你个人化的解答。所以你要怎么拿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派的系统模板，其实我已经上传到 Notion 的范本跟模板中心了，到时候就会放在影片的资讯栏跟影片留言的置顶区，你可以直接免费领取这个模板，希望对你有帮助。到这边是我实践半年 Para 的反思，加3年持续迭代的精华，算是都分享给你了。本来以为这支影片1周内就能快速拍摄跟发布，结果一不小心就时长爆炸了。我知道这么长的影片，有耐心看到最后的人绝对不多，但我就想把我这几年来对于第二大脑跟知识管理的实践还有方法论完整的分享给你。再回头看一次爱因斯坦那句话，我们不可能用一样做事的方式，却期待不一样的结果。这3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教学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派系统的实践。就像我们有一个学员是健身教练，当他学到派系统后，发现他的 project 专案的主体应该是他的学生。过往他的第二大脑都只是零散的在收集各种健身健康相关的知识文章，现在他能够把注意力专注在学员身上，记录提供给他们的教学指导，这是 action， 还有建立针对他们需求的知识收集箱 inbox。 一个学员就是他的一个专案，也是他的作品。我做这支影片也是这样，看到很多学员因此认知到，原来可以这样建立一套系统化的路径来帮助自己萃取知识、累积专业。
因为想要达到目标，我们不能只是立个旗子，然后拼命的收藏别人的内容，却没有了自己的行动。就像《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Clear 说，建立系统而不只是设定目标。派系统就是帮你把收藏整理的工作流转向变成执行输出。我另外还要写一篇图文的分享，如果影片看完你有些共鸣，希望可以了解更多，你也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最后，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跟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也点个赞，分享出去，让我知道做长内容还是有人看的。谢谢，我们下次见。